打球時步伐總跑不起來，自學了很多羽毛球步伐，就是用不出来。明明很努力在跑，但越用力越慢。击球後重心总是无法快速收回，重心不受控制，就像喝了酒一樣。这里有人打醉球，報警了！为什麼高球打手時重心不會丟失，總是可以快速連貫下一拍？每一步步步為營，穩定而有力。因為高手在移動中可以潤滑地完成重心轉換，啟動與回動間重心如何完成調配呢？步伐中重心轉換的秘訣又是什麼？首先，我們要知道轉換重心不只是在擊球時，更是貫穿了整個打球過程。其實，重心轉換對於擊球來說並不是必要條件。開始這幾個球並沒有進行重心轉換，但依然可以通過胳膊和手把球打過去。重心轉換是為了讓我們的發力更充分。可當我們處在移動擊球時，重心轉換就變成了必要條件。那麼移動中重心轉換的關鍵是什麼呢？正式開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比賽視頻。視頻中短髮女生是和我一屆在旭日訓練時的隊長，她是健將哦，水平非常高。她在擋網時重心向前送出，擊球後將重心快速收回。對方推正手後場，可以看到此時她的重心迅速向後場流动。擊球後瞬間，重心也完成了由後到前的轉換，快速回中。可以看到重心的总趨勢是從中心點向全場流出再收回的。在打球時，重心要給予身體一種被位於中心點的彈力帶牽拉的感覺，既要在擊球後利用彈力帶拉力將身體快速拉回，又要在彈力帶不被拉斷的基礎上向擊球點快速移動，然後再將重心快速拉回。进行也能拉后场。那麼在步伐和技術上應該如何選擇才能更好的完成呢？今天我們來討論下前場上網和後場被動時怎樣做重心才能快速收回完成轉換。步伐中重心轉換的快慢，可以在救球後是否可以快速起身前往下一個點擊球看出。想要在擊球後快速移動到下一個點擊球，靠的不是用步伐衝，而是能否在啟動後快速將重心蹬出，在擊球後快速將蹬出的重心停止回動的能力。所以我們首先要明白怎樣將蹬出的重心收回。大家在上網時是否和小帥一樣停不住呢？注意看，他的右腳是直接向前邁出的。做跨步類步伐時的最後一步，一定要將右腳先抬起，不可以直接向前邁出，因為啟動後向前的過程中，我們的重心是前傾的，伴隨着我們右腳發力抬起，重心也會隨之上揚而停止向前。下落時要保證膝蓋不超過腳尖，重心才不會前傾。我們再來看第二個球，小帥跨步時將膝蓋抬起，但他抬起後是直接向下落腳的。就此時他膝蓋的角度而言，需要很大的力才能保證膝蓋不超過腳尖。我們應該如何避免呢？答案是膝蓋抬起後向前踢出小腿下落，腳後跟落地後有足夠的距離緩衝向前的力。總結一下，4點步伐中停止重心向球落點方向流動的最後的腳都是右腳，啟動後快速將重心蹬出。為了幫助重心停止和精準到位，最後一步都應該是最大的一步。正確的跨步，膝蓋不可以超過腳尖，不然會導致重心前傾，膝蓋壓力太大。啟動後將重心快速蹬出，跨步的最後一步要大，同時將膝蓋上提，小腿踢出。這樣可有效地緩衝重心向前的力。落地後下降的是髖的高度，而不是彎腰。重心是從後向前流動的，所以伸左手、收左腿都有將重心回收的作用。再加上膝蓋上抬和最後一步最大化，以及右腿本身的力量，使擊球後重心收回，從而可以快速回中準備下一拍。被動後場步伐中重心如何轉換呢？首先要明白向後流動的重心是如何停止的。不知如何停止重心時，只能靠腰部硬拉和左腿硬蹬，也是多數球友打後场球腰疼的原因。在停止重心向後的趨勢時，我们需要確認步的幫助。這裡的確認步可以理解為停止重心繼續向後的最後一步。我們可以回想一下蹬轉發力，蹬轉的蹬指的是確認步右腳向上蹬起重心，從而頂右胯將力量傳導至手部。
轉指下半身帶動上半身轉，在擊球後左腳後踩將重心前蹬。現在我們知道了確認步右腳是向上蹬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球的区別。第一個是先拉左腳後蹬右腿，這會導致右腿上蹬時重心已經不在右腿上方，從而導致重心向後傾斜，蹬轉的力也無法充分發出。第二個是右腳直接上蹬，左腳順勢後拉。確認步上蹬的作用與跨步時右膝上抬的作用相似，利用確認步將重心上蹬，從而緩解重心後流。因為右腳充分上蹬，所以蹬轉的力也能發上。擊球後左腳向後支撐，從而使重心完全收回。很明顯，第二個重心回收的效果更好。很多球友頭頂發不上力的原因，也是因為先拉了左腳才蹬右腳，會使確認步的作用無法充分發出，也會導致重心後移，無法快速收回。如果沒有確認步的幫助，左腿支撐的壓力會非常大。來看個正版錯誤示範。後場被動時一定要先上蹬，再因為上蹬轉右胯，從而轉左胯拉左腿，順勢左腿後蹬支撐，完成重心轉換。收回重心後的內容就是選擇重心腿，準備下一拍啟動啦。這個前面我們剛說過。好了，關於前後場重心快速轉換的技巧分享完了，這才是如何跑好步伐的關鍵，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下期見。一鍵3連。